众所周知，变形金刚是个全球知名的 IP， 各类衍生作品络绎不绝，但也因此各个作品中的变形金刚设定总会有一些不同，这也导致新入坑变形金刚的粉丝常常会摸不着头脑。所以我根据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系列大致梳理了一条时间线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变形金刚，以及更好的看懂新上映的变形金刚7电影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正片。万物之初，洪荒之始，太空中出现了能够赋予机器生命和智慧的火种源。上古智慧体至尊太君用火种创造了2个生命，元始天尊和宇宙大帝。两人在无数个蛮荒的星球创造了文明，但后来宇宙大帝却痴迷于力量，从而黑化，并和元始天尊爆发了一场宇宙级的战争。为了打败宇宙大帝，元始天尊创造了13位元祖金刚，在元始天尊和元祖金刚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最终战胜了宇宙大帝，将其封印在一颗行星当中，这颗星球就是地球。而元始天尊也元气大伤，从而化作了一颗星球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赛博坦星。13位元祖金刚也要么战死，要么逃亡至其他地方，最终只剩下7位至尊，将赛博坦星慢慢壮大。但赛博坦星的运转需要大量能量，甚至会导致恒星的枯萎，于是至尊们约定不在任何已存在生命的星系中采集能量。之后至尊们就忙于在各个星系寻找能源，没有太多精力关注赛博坦星。但这就给有心之人钻了空子，不知道是如何诞生的昆塔莎到访了赛博坦星，并声称自己是变形金刚们的创造者，从而奴役了尚处于懵懂的赛博坦星人，并用权杖创造了12位守护骑士，还在许多星球上投放炸弹，以此获得大量的变形金属。地球上的恐龙也因此灭绝。后来经过文明的发展，赛博坦星也了解了一部分真实历史，因此共同推翻了昆塔莎的政权。12骑士也带着造物权杖去到地球。另一边有一位寻找能源的至尊金刚违背了之前定下的原则，仍然去到有生命的地球建立了收集太阳能的装置，他就是堕落金刚震天尊。随后其他6位至尊金刚合力打败了震天尊，拿走了启动装置的钥匙，领袖矩阵，并用最后的生命将矩阵封印在埃及的某处，超级领袖也就此消失。赛博坦星上没有了能源补给，因此对于该怎么利用现有的火种，变形金刚们有着2种不同的观念，进而产生了2个派别，也就是汽车人和霸天虎。随后2派开始了内战，而火种源也被汽车人发射到了宇宙深处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现任汽车人领袖御天敌却认同了霸天虎的观念，并与霸天虎头目威震天暗中达成交易，随后带足了能量柱去寻找火种源，打算直接将赛博坦星传送到别处。但刚出发没多久就被不知情的霸天虎给击落，并在宇宙中漂流。赛博坦星上接任汽车人领袖的擎天柱发现不是霸天虎的对手，于是决定所有人撤离赛博坦星，去寻找火种源。公元前8000年，火种源坠落到了地球。公元前6000年，威震天发现了火种源的踪迹，到达地球时却被北极的磁场所干扰，坠落在冰层之中，就此冰封。到了中世纪，英格兰亚瑟王在巴顿山与敌军死战，骑士梅林在这时候发现了12守护骑士，并拿到了权杖，随后召唤外星力量帮助亚瑟王取得了胜利。之后人类与12骑士约定要世代守护变形金刚的秘密，还成立了维特维坎骑士团，并将权杖融合了梅林的 DNA， 只有他的后代才能被权杖识别。公元1897年，维特维坎骑士团之一的阿奇博尔维特维奇去到北极探险，无意间发现了冰层下的威震天，并将火种源的坐标刻在了他的眼镜上。1913年，一支7人小队在科罗拉多河流域发现了火种源。1927年，这几个人将此事汇报给了美国政府，胡佛总统因此成立了第7区，专门研究此类未知文明。1931年，为了防止火种源的辐射被探测到，第7区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胡佛大坝，直到1934年才修建完成。威震天也被从北极转移过来研究，并命名为 NBE-1。通过研究这些外星科技，人类的科技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1945年，世界还处于2战当中，B-127和热破来到地球，并给纳粹基地造成了巨大破坏。希特勒也被钟表形状的变形金刚杀死。后来战争结束，但美苏2国之间的冷战又开始了，太空航天领域也成为了2国展现实力的重要手段。到了1961年，御天敌乘坐的飞船坠落在了月球表面，美国和苏联都检测到了这次波动，随后美国也加快了登月的步伐，想要到月球上一探究竟。1963年，苏联拍到了飞船周围的照片，发现了许多能量柱被拖拽的痕迹，而这正是霸天虎所为。1969年，美国率先完成登月，他们屏蔽了信号，对方舟号进行了研究，并对全世界隐瞒了真相。随后的几年中，美国又进行了多次登月研究，苏联也不甘落后，于1972年在月球上拍摄了一段录像，并从飞船上带回了一根能量柱及各种零件。霸天虎看到此情此景，不得不出手干预，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破坏探月计划，还买通相关人员，拉高了航天的项目预算。美苏2国也不得不陆续叫停了探月计划。1986年，苏联在对能量柱的研究过程中发生了爆炸，地点就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。1987年 B-127 被霸天虎闪电重创，导致发生系统损毁，记忆模块故障，在变形成大众甲壳虫后昏迷，之后被少女查莉开回了家，发现
其是变形金刚后，为其取名为大黄蜂。二人在经历了一段惊险刺激的故事后分别，大黄蜂也在此时变身成为一辆科迈罗去与擎天柱会合。2007年，霸天虎们入侵了美军基地，迷乱也潜入基地内部，窃取了相关资料，知道了高中生山姆以及刻有坐标的眼镜。而山姆刚刚买了一辆二手科迈罗，正是大黄蜂。大黄蜂也将山姆带到了擎天柱等人面前，山姆也了解了这副眼镜背后隐藏的秘密以及事情的严重性。但后来大黄蜂却被抓去了第7区，汽车人们因此想趁机去摧毁火种源，迷乱也通风报信，叫来了其他霸天虎。最终大黄蜂缩小了火种源，霸天虎们唤醒了威震天，博派和狂派也随即开启了大战。最终山姆将火种源放入了威震天体内，强大的能量瞬间杀死了威震天，火种源也就此被摧毁，只剩下了一块残片。擎天柱将这块碎片交给了人类保管，之后威震天的尸体被沉入了劳伦提恩海沟，第7区也随之解散。随后人类部队与汽车人结盟，并展开了一些收尾工作。2009年，山姆却发现了另一块火种碎片，而且一接触碎片，无数的信息就在他脑海中涌现。与此同时，霸天虎偷出了人类保管的那一块碎片，并用它复活了威震天。随后就是准备复兴堕落金刚的计划，而且由于没有汽车人的陪伴，山姆很轻易的就被霸天虎给抓住，并获取他脑内的信息。擎天柱也赶到救出了山姆，但寡不敌众，擎天柱被威震天从背后一剑刺死。随后震天尊重新启动了恒星掠夺装置，山姆也终于开窍，找到了关键的西蒙斯特工，复活了变形金刚元老天火。在天火的指引下，众人来到了6位至尊封印领袖矩阵的地方，并用领袖矩阵复活了擎天柱。在天火生命的助攻下，擎天柱最后也是成功杀死了堕落金刚，并摧毁了装置。2011年，在切尔诺贝利行动中，擎天柱发现了方舟号的零件，这才知道人类原来一直对自己有所隐瞒。随后擎天柱亲自去到月球，救回了御天敌。另一边，大学毕业后的山姆入职了埃科塔公司，一位同事给了他一些证据，随即立马被霸天虎给杀害了。他立马找到西蒙斯分析情况，得知了当年原来都是霸天虎在捣鬼。另一边，早已倒戈威震天的御天敌毫不留情地杀害了铁皮，然后开启了太空桥，将月球上的霸天虎传送到了地球，甚至还想将赛博坦星传送到地球，利用太阳的能量再现赛博坦星的繁荣。御天敌还威胁人类驱逐地球上的汽车人，汽车人将计就计，伪造了一场事故，实际已经偷偷潜入了芝加哥。最终山姆和汽车人又一次保护了地球。经过这么多次灾难，人类也不愿再卷入这些外星纷争，停止了一切与汽车人的合作。人类成立了牧风部队，自己清理残存的变形金刚。 KSI 公司还利用赛博坦星人的残骸，自己制造出了人造金刚，甚至还用威震天的残骸改造出了惊破天。太原亚汀杰还与赏金猎人禁闭结盟，委托其无差别的追杀赛博坦星人，甚至擎天柱都差点死在禁闭的手上。KSI 还得到了一颗禁闭的种子，可以将地球上的有机体转化成变形金属，但人类自以为掌控了一切，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。因为威震天的躯体虽然报废了，但他的思想还在。威震天不仅自己的躯体得到了升级，还获得了一支新的人造金刚大军。于是 KSI 连忙带着种子逃命到了香港，惊破天也跟着到达香港抢夺种子。这时一部分汽车人也乘坐着逃生舱抵达了香港。另一边的擎天柱也率领着恐龙金刚赶到支援，最终擎天柱杀死了禁闭。随后擎天柱带着种子回赛博坦星，去找昆塔莎讨个说法。擎天柱来到了残破不堪的赛博坦星后，见到了昆塔莎，但却被昆塔莎给洗脑黑化，改造成了暗天陨，安排他到地球帮自己找回权杖。回到地球这边，地球各地出现了6个角，并且还在慢慢合拢，预示着宇宙大帝即将醒来。人类也解散了牧风部队，但又成立了新的跨国 TRF 部队，要把一切变形金刚赶尽杀绝。汽车人只好四处躲藏。上一部的男主一哥也被通缉，之后一哥发现了一艘古老的变形金刚飞船，一位骑士将十字徽章交给了他，一哥成为了最后的骑士。骑士团的现任守护者埃蒙德·伯顿伯爵将一哥和梅林后人薇薇安召集了过来，为他们解释了变形金刚与人类尘封的那段历史。他们最后也在12骑士的飞船上找到了权杖，但却被黑化的擎天柱给夺走了。随后大黄蜂追上前去，与擎天柱展开了战斗，但大黄蜂怎么可能是擎天柱的对手？好在大黄蜂用自己的真实声音唤醒了黑化的擎天柱，但威震天又在此时出现，抢走了权杖。权杖最终还是落入了昆塔莎的手里。昆塔莎来到了英国巨石阵，也就是6个角合拢的中心，启动了权杖，试图复原破碎的赛博坦星。汽车人与人类共同发起了反击，薇薇安也在众人的掩护下拔出了权杖，中断了仪式。地球又一次化险为夷，汽车人们也回到了赛博坦星，开始了赛博坦星的复兴计划。但故事的最后，昆塔莎伪装成人类的模样，预示着更大事件的到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梳理的一条比较贴合真人电影的变形金刚时间线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请为我点个赞吧。